好，我们今天简单来玩一下保加利亚红线。粉丝想看我玩这个巴尔干，然后收复异域领土，再挑战莫斯科霸权。关于保加利亚的国策，我玩的不多，也不是很了解。不过我发现这个保加利亚开局自带的 debuff 有点多，我们最好还是最快把它消一下。考虑到我们走红线得拉这个支持率，所以我们还是最快速度先把这个内阁点出来。科技还是老三样，然后再点几个军工。这个生产线都不用我们分配，直接买一个钢就行了。前期再整一个情报机构，主要是为了弄双间谍，然后去把其他国家吹红。之前试了一下，这个谴责马其顿还是非常麻烦的，我们还是先把这个部队给它训练一下，混点陆军经验。保加利亚最折磨的就是这个派系管理，总有一派想搞事情。我们如果玩这个红线的话，最好还是把我们自己支持的这一派给它拉到最高。但是我发现这个红线好像可以走这个联合阵线啊，我们也可以把其他人给拉拢过来，所以我们不一定非要解散这个环节集团啊，其实我们可以拉拢一下这个环节集团的。但是从这个效果也能看出来啊，并不是谁都可以拉的，这个国社我们是拉不了的，所以国社我们到时候还是得打压一下。因为我们这局间谍就是用来把邻居给吹红的，所以前期随便点几个，最快速度把2个间谍点出来。后面这个工厂够了，可以点一下心理战，这个比较重要。一般我们主要点的也就是拿情报啊，如果大家想偷工业也可以，我比较懒。前期政治点先存着，不要乱用，主要就是为了先上这个内阁，把我们支持率给拉上去。政治点攒够之后立刻安排，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先谴责一下这个马其顿革命组织啊，这个是必须要点的。如果我们不点这个的话，我们待会儿这个军备重整大概率没办法通过啊，所以这个是必点的。马其顿这个点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立刻去重整军备了。如果着急的话，可以先点这个联合，这样的话拿一些支持率，可以早点把下面国策点，但是我不着急啊，我比较急这个军备。这边多的点数可以先在这边宣传一下，毕竟这个 debuff 需要我们消3次才能消完。忘了说了，我们这个部队训练到5点经验就不用再训练了，主要是为了做伊布师的。但是我突然想起来啊，我们现在这个军备受限，导致好像做不了新的部队啊。这边工人罢工又给我们加 5% 的支持率啊，选下面这个会让我们的工厂损坏，我不知道亏不亏，反正我先选上面这个吧。点数到手之后，先找这个英国阐述一下和平政策。好像我们处于战时的时候也是可以直接撕的，不过这个得打内战啊，还是亏的。间谍没事做，我们去渗透一下罗马尼亚吧。推翻沙皇之后，立刻点一下这个宪法，把这个宪法废了之后，我们点这个决议能省不少政治点出来。这边可以先让这个社民合法化，这边再点一次这个协商，我们就能完成军备重整了。如果担心自己不成功，可以先存个档，防止出现意外。一般出现这个事件就代表我们已经成功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部队了。先做一个伊布师出来，把我们装备全部腾出来。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清剿这个 IMRO 激进成员啊，它需要我们仓储中有巨量的装备。我们直接把原来的部队转成这个伊布师，然后往边境一站，待会儿再造一点，因为它下一个任务也是需要我们有大量部队的。国策点完就可以赶紧点下面这个转正体了，毕竟这个能给我们加不少稳定度。刚拿到手的点数，我们可以先上一个陆军大师，混点经验。这边是好不容易攒够了这个装备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做点部队，然后完成下一个任务。等我们颜色变红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到处吹红了。具体怎么吹，需要我们一个间谍做这个情报网，另一个间谍点这个加强意识形态，提交一下。情报网比较高的话，我们这个拉的才比较快。到现在我们还是差一点战争支持度开这个战时经济，这个也没办法，我们可以先去点一下与环节集团合作，拿 5%， 待会儿应该会报一个事件给我们加这个支持度的，不行的话我们就再点下面这个，也是能加 5% 的。现在这么多政治点在手上也用不出去，我们先点一个诡谲的绅士，多拿一个特工。
我们这个吹红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罗马尼亚真的吹成红色啊，我们到时候实在不行也可以打它，只要把它这个蓝色吹到不超过 30%， 它就没办法进这个同盟国了。所以就算它不肯变成红色，我们也无所谓。这边应该是这个日本开始干坏事了，所以把这个热度炒起来了，我们正好到 50%， 但是我现在没政治点了。那这边就先拿一个特工吧，我觉得特工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一局刷到的特工不是很理想啊，没有我们需要的那种宣传型的特工。这个环节派我们先不管啊，待会儿可能要和他联合的。然后这个国社他就来得很不及时啊，本来他早点来我们还能拉一下战争支持度，现在来的话就有点小亏了。不过也无所谓，我们待会儿再镇压，我们先把这个支持度摊到手。我们在这个边境随便放点伊布士就能消灭这个残党了，这个点完的话我们这个 debuff 也消掉了，就只剩下这个第二次国难了。这个罗马尼亚在我们不懈努力之下，这个红色长得应该是非常的快啊，希望他能认真听懂我们的教诲。好像是我想多了，这个罗马尼亚突然变成卡罗尔二世了，结果内部又重新洗牌了，我们刚刚吹了半天白吹了。这边也算是和这个南斯拉夫成功签署了条约啊，接下来我们就能最快速度往这个巴尔干狂奔了。在此之前先点一个巴尔干联邦计划，然后派系管理这边我们还是先扶持一下这个环节派吧。搞了半天我才发现这个祖国阵线成立的要求还挺多的，需要我们和一个主要国家交战，并且它不属于共产，或者我们不属于共产。那看来这个得等我们打轴心国才能点了，先不管它了，我们还是最快速度把这个巴尔干搞出来吧。这边决议先动摇一下这个南斯拉夫的稳定，这边先上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给我们加点科研速度。决议的话继续拉这些忠诚度啊，或者贬损一下这个国社。这个农民联盟有点不像话了，居然扣我们这么多啊，搞得我这个支持度都不够了。先点一个宣传吧，还能拉回来一点。目前工厂比较多，先把我们的中防空造起来吧，存的经验值也够了。考虑到后面要和这个德军正面硬刚，我们还是用厚一点的装甲，6块钱就可以了。这个农民联盟好像总是报一些不好的事件，看样子他不准备和我们合作了，那我们只能镇压了。这边巴尔干点完之后立刻点勾销旧院，最快速度点到巴尔干的统一啊！我们目的就是吃这个南斯拉夫，其他国家我都不指望，因为等他们变这个红色还不知道等到什么年代呢。大家如果有耐心的话也可以在这边硬等，反正就是这几个一起点了，我感觉比较麻烦。这个阿尔巴尼亚我们先不着急，我们待会儿打这个意大利的时候会一块儿打了，所以主要还是先整这个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个土耳其的话我觉得它不算巴尔干啊，我们到时候跟他把地要回来就行了，所以也不着急。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么着急点这些国策的话，我们开局在这边吹了半天也白吹了。可以看到这个罗马尼亚还是非常轴的啊，它都已经 56% 了都不变红，先不找他了，我们这个间谍都被他逮捕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接下来就是吹一下希腊和土耳其了，这边农民联盟拒不和我们合作，我们只能把它给摧毁了。接下来就是摧毁这个国社，他一直在这边做坏事啊，我有的时候都在想，是不是非要我策划政变他才会变成红色，他不变红的话我也没办法拉他进阵营啊。到了这个38年底，差不多接下来就能暴打这个希腊了，英国应该是没办法保读的。好，这边南斯拉夫同意了，那我们就直接把南斯拉夫吃掉了，这边部队也全部归我们了。接下来先不着急，先把这边能拿的军功能点的国策都点一点啊，先把这个人力改一下。我们现在点这个收复核心领土还得等105天啊，不着急。这个英国应该是不会来管的，
之前造的这个1步师，我们先给它转成5步，然后去填一下这个罗马尼亚的线，然后南斯拉夫的部队全部调过来。看了一下南斯拉夫这个编制还挺不错的，我们直接给它加一个中防空就行了，变成我们的这个主力师。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后勤就是炮比较缺啊，我们得多变一些主力来，不然打不动这个希腊。全给我转一下，这样子的话缺500多的炮，这个反坦克炮目前不需要，给它拆了。然后就是中防空比较缺了，优先产这个中防空和这个火炮。这一局学说我还是决定走这个决战计划，毕竟考虑到待会儿要打这个德国，我们可能第一波挡不住，要先蹲他一会儿。突然觉得这个罗马尼亚比希腊更好打一点，毕竟他这边都是平原啊，我们只要过了河就行了。那我们第一波还是先冲这个罗马尼亚吧。英国到现在都没有饱读希腊，看来是默许我们进攻了，这边直接宣战吧。也可能是这个时间点英国根本就没有这个设定去饱读啊。我们的主攻方向还是这个罗马尼亚，我觉得他这边的地比较好打，我们在这边再额外画一条假线。总的来说，这个罗马尼亚还是挺难打的，但是看样子 AI 好像不准备拉这个罗马尼亚进阵营啊，可能这个同盟国是不准备惹事。那我们就不管了，最快速度拿下罗马尼亚，然后转头去打一下希腊。
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这个英国不拉这些国家？主要原因是它没有这个民主主义啊。英国只会拉超过30%支持率的，它这个支持率已经被压完了，所以不存在。希腊的主力师全部被我们在外面包掉了，所以现在只要把这几个地踩了就结束了。这边依然是全吃，因为都是我们的核心，肯定要全部拿在手上的。接下来就是去消灭一下这个土耳其，不过这个土耳其已经被德国和英国保障了，我们还不好消灭。他把这个英土协议和德土友好条约都点了，我们现在要打的话就非常麻烦了，所以土耳其想打的话越早越好，一有决议就直接点。我们现在可以尝试点一下这个要求土耳其割地，看看他给不给啊。这边土耳其还是拒绝割让了，我们获得一个吞并的战争目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我们接下来就是先攒点部队，然后再把这个意大利给它灭了。目前我们这个部队数量打轴心国的话肯定是不够的，而且待会儿这个匈牙利肯定会加入轴心国，到时候我们这个防线就非常的长了，必须得先攒一会儿部队。视频到这儿，推本少年梦阅读的历史爽文小说1904开局一辆基地车。正所谓穿清必造反，我们这本书的社畜主角林有德就穿越到了1904年的清朝，降落的地点还是被沙俄占领的东北。虽然穿越到了吃人的黑暗年代，但好在林有德获得如红警游戏中基地车一般的金手指，靠着通过消耗能量就能在基地车内生产出各种强大且跨时代的武器装备，甚至可以招募训练有素的士兵为自己作战。刚好1904年最著名的战争就是日俄之战，号称第0次世界大战，100万大军之间的对垒。于是林有德趁两个国家忙着准备开战的时候暗中发展，建立义勇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作战方法打击了沙俄的势力，然后逐步向外扩张，壮大自己的地盘。等日俄两国打完仗，才发现自家后方已冒出一支强大的军队，甚至已经开始筹划推翻清政府了。等到全世界意识到不对劲时，林有德已经暴揍完日俄，开始向欧洲进军了。如果这一本看的还不够满足，那少年梦阅读还有其他更多魔幻历史小说、非人奇幻、二次元综漫等多种题材可供选择来看。好，我们接着来玩这个保加利亚红线。在上一集的结尾，我们已经成功变成了这个巴尔干合众联邦。比较可惜的是，这个土耳其并没有把我们的核心还回来。但是现在也不能着急，毕竟它被2个国家保族了，我们这个打的话有点接受不了。考虑到我们要填的这个线非常的长，还是先做48个主力师吧。这个装甲师先不考虑了，目前这个工业也支持得住。我个人觉得没有军宝的巴尔干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花一点枪去策划一下政变吧。这边需要我们消耗12000条枪，然后找一个位置。我们这边选一下这个安条克吧，待会儿我们直接东西南北对进，快速夹击掉这个土耳其，直接复制原来的编制，我们再做24个师，这个作为次级部队来使用。我们主力部队待会儿要塞坦克的。接下来的国策我们先不着急点左边啊，我觉得左边给的都是民工没啥用，我们先把能拿到手的军工都拿到手，然后再把这个产出点一下，依然是简单做一个比较便宜的中坦造起来。我们待会儿靠这个中坦来打这个轴心国的，接下来就不用这么大规模的造炮了，我们后面会慢慢的把这个炮兵营给它换成中坦营。好，到了这个1940年的4月23号，土耳其就开始内战了。这个土地分的就非常的完美啊，右边这一块都是红色的，我们待会儿直接帮这个红色打的话，应该是能吃到我们要的左边这一小块。为了能拿到更多的分，我们先不着急南这些他准备回去救援的部队，毕竟采地拿的分比较多。我们先把自己的部队填过来。到这边 AI 的部队基本上都回救了，我们赶紧加入战斗。这边有一个携手土耳其同志共奋战，点一下我们就直接进战了。而且还可以拉这个土耳其做我们的盟友啊，这边我们直接给他拉进阵营好了，反正也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打内战啊。所有部队即刻出发。
在我们大军压境之下，这个土耳其很快就投降了。我们要求也不高啊，就先把这2块我们的核心地先吃回来，然后其他地区我们再勉为其难的帮这个土耳其代管一下。我知道他自己也管不过来，而且我们这次为了土耳其正面花费的枪实在太多了，我们必须得找补回来。先这么简单吃个几口吧，正好把这个海峡也给它完整控制住了。感觉这个土耳其的船也用不着啊，我们把船也给要过来吧。先简单帮他代管一段时间，等我们把这边建设好了，后面再还给他。主要也是因为没办法让这个土耳其变成我们的傀儡啊，如果他甘愿做傀儡的话，这些地我就直接给他了。部队攒的差不多了，先把这个主力师编制给他变大一点吧。待会儿我们再加一个中坦就够了。看到这边突然变红了，我还以为意大利把阿尔巴尼亚放出来的呢，没想到是被英国踩了。那我们接下来还不好拿这个阿尔巴尼亚了，这个就有点搞笑了。意大利竟然主动要求占领达尔马提亚，这个肯定是不管他啊。我们这个前线的部队还在训练，实在不行我们就把训练给停了。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敢主动打我们，他这个宣称拿到手上也没有用。然后这个苏联索要比萨拉比亚，我们也是照样不给啊。他获得的是针对罗马尼亚的，和我们这个巴尔干有什么关系啊？这边显示国际观察员预计苏联部队可能在任意时刻越过边境。看一下苏联这边没有获得任何战争目标，感觉这个国策大概率是获得一个战争目标，没什么用，我们就先不点了，我们直接正当化这个意大利好了。主力师先改成这样吧，感觉这个编制吊打意大利应该是完全足够的。率先灭掉意大利之后，再拿意大利的部队去一起打德国。这个我是没想到的，我还在这边画作战计划线呢，结果意大利先对我开战了，连这个德国都没想好呢，结果意大利先来了。那我们这个边境的部队先不训练了，赶紧站桩啊，把这个坑挖起来。这个算是被突然袭击了，这边先把它吃掉，然后我们的部队快速进入意大利，把意大利给带走。这个轴心国的部队还没有占满前线，应该不会这么快进战吧，必须得给我们一个挖坑的时间啊。目前剩余的装备还是挺多的，赶紧再多造一点这种2线部德国。这个德国目前的状态还是挺好的，如果我们想快点结束的话，可以直接把阵营给解散了，然后进苏联的阵营。目前在蹲坑的都是2线部队，我们再重新画一下，主要是把这条线守住。这条线我不太想进攻啊，特别难翻这个山。主力是先放在这边攒一下计划，然后直接一波把这个匈牙利推了，直接参谋部计划拉满。
感觉这个主力师变成装甲师之后，这个模型有点略显抽象啊，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变得这么大。这边有一个主力师跑得太快了，后面部队没跟上，我们可以等一会儿给他删了。本来是准备拿这边补给站的，但是这个补给站离得还是太远，部队走到面前就没补给了，所以接下来还是准备先打一下下面的补给站，或者说看看我们能不能直接抢这个补给站啊。拿下这个维也纳之后，后面就随便打了。这边最近的一个补给站已经拿到了，为什么不走这个捷克这边？主要是因为它这个一排线都是9级碉堡，我觉得是没什么机会的。不过按德军目前正面部队的质量，我们硬从这边挤也是能挤出去的。德军的主力师全在这边乱冲，不知道是干什么，我们也没放主力在这儿。看了一下，这个德国还差一点就投降了。我们应该是把柏林加上上面这几个点全部拿掉的话就可以了。这边等德军填完线之后，可以看到他每个其实还是只有一个师的，他刚刚这个部队全挤在一起，导致我推不动。现在应该又能推出去了，一格一格往外推就行了。其实这个时候划线也可以进攻的。
打到这边我们就全部打完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得分还是非常高的，可以好好吃一轮了。因为接下来再打一个苏联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这边就不放傀儡国了，直接全部吃回来。毕竟德国的这些地上工厂还是挺多的，我们待会儿开一个解放能拿不少工厂。英国的分有点多，还是有几块地没吃掉，不过关系不大，我们赶紧把部队填到前线去，待会儿准备对苏联发动进攻。东普鲁士这边我还是放了一个德国出来，主要是我不准备在这边发动进攻，因为刚刚在战争中我们点了一个联合阵线，所以现在我们多了一个新的决议啊，可以委任这个基蒙作为首相。看了一下他的这个 buff 还是挺有用的，国策点完之后就获得一个为期2年的对苏联专用 buff。接下来也没什么好点的了，感觉能点的都已经点完了。这边把陆军学说再加一加，他不进攻的话我就没办法刷经验了，那我们还是主动进攻一下，先冲一段。Спа